张先生30岁，来自天津待业；王女士28岁，来自河南采耳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有几年啊？3年多了。有孩子吗？有了。孩子多大呀？2岁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小片里说曾经离过1次婚，是吧？离过1次，但是其中提的不止1次了。等于离过1次婚，又复婚了。是的。现在又想离婚。是的。谁想离婚啊？我想离婚。这个第一次因为什么离的婚呢？就还不是因为他不争气呀。这个当初啊，也是我的一个失误吧，也算是。我们俩第一次发生这事儿的时候，她刚怀孕，那阵儿我是做快餐的，刚结完婚，手里也没什么积蓄了。她打算就是说让我做一些啊挣钱的，让家庭生活好一些。我呢就打算跟朋友合伙开一个大一点饭店，但是我就没想到都已经是弄得差不多了，到最后朋友那边出了好多事儿，然后现在就是弄得我们这饭店也没法干了，无奈之下只能是把这饭店转让了。转让完之后也是剩了3、4万块钱。那还不怪你呀，而你自己没有看好，对不对？前期你也知道，我不是看不好，我前期做了多少功课了。我相信这事儿你要聊起来很长很长哈。概括起来就是，总之是他投资创业失败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会觉得说是因为他的眼光不好，是这哦。对。这个失败不是经常的事儿吗？做买卖大概说一下就挣的好像很少哎。那他后来天天就是那个样子，然后我说他2句他就受不了了。你说你天天这样说我，是我投资失败了，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。当初还是你说想让我给你们俩一更好生活，我才会去想办法了。假如说我当时还继续干快餐的话，我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，对吗？那你结果呢？后来我就说你2句，你就天天萎靡不振的，那我看着更来气了，那我就可不跟你离婚呗。您的意思说，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他投资失败，您跟他离的婚，而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的状态特别的消沉，所以离的婚，是这意思吗？同意了。当时我本心是不同意的，那次是喝完酒之后呢，我把手机就关机了，我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，就跟朋友去网吧上网了。转天呢，回到家想睡一觉之后再跟他解释的，但是没想到呢。就这个期间，他连觉也不让我睡，一直在那骂我。我在家里等了你1宿啊，联系也联系不上。然后你早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1宿都没睡。那你1句话都没有，你就睡觉呀？我想跟你解释的，但是我想是嘛，等咱俩冷静一下，再把这事儿说清楚，不好吗？冷静啥呀？能冷静吗？当时我们俩就这样就。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，实际上面同意是当时情绪的一个堆积，是吧？当时啊就没离成。到了民政局之后呢，然后他需要是上午排1次队，登完记之后，咱们就不说这个过程了。那什么时候又离成了呢？这个期间啊，我们俩去民政局，这就是说第2次还有了。你还好意思说第2次？我从微信上找人给孩子买的枕头、被子什么的。他出去玩，我说那个你顺道那个给我捎回来，跟他交代了好几遍，然后他就给我弄丢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可生气了，然后我俩就吵架了。当时我确实不知道，你说一个孩子的枕头被子，你说谁会去拿这些东西啊？你每次都这样，知道吗？你每次都你以为。后来去民政局离成没离成啊？这次也没离成，就还有一次就是又去了。对。3进宫啊！来。然后我去朋友家吃饭，然后我俩走的时候就因为一点事儿，我就说了他2句。他就给我扔到马路上，他就自己走了，那你说知道吗？马路上这么多人，而且我们从小区出来，他在那儿大吼大叫，就是你这么没用啊，你这么那什么的，就一直在那儿说。那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就是特别那样凶你，对吗？我一开始我就不高兴了，我就想让你哄哄我，但是你从来你都是这样，每次咱俩吵架你从来都不哄我，对吗？那我后来吵，我还是想让你哄我呀，但是你还是不哄我呀。你说在外边咱俩闹来闹去，让别人不看笑话吗？那你就给我扔马路上了。我们家住25楼，我自己爬上去的。这电梯呢？电梯因为得刷卡，我没带钥匙，爬楼上去他还不开门。为啥不开门？因为从家外边回来之后，我认为他是有钥匙，因为我给他放钥匙了。当时就是在你的兜里，只不过你没找而已。反正不就因为这就离了是吧？离婚当时这个孩子跟了谁啊？跟我。然后什么时候复的婚啊？我们俩就是虽然是离婚了，但是没有离家。他没离家。对，因为回来后想了一下，
他毕竟带了一个孩子，而且当时哺乳期嘛，也是河南的家带，我不可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河南。然后当时呢，就是说在家里头让他先住这儿，然后咱俩生活上就是，毕竟彼此这么长时间了，可能也或多或少都无所谓了。然后后来我说哪怕你先住这儿。然后后来到时候呢，就是过了有这么一阵儿吧，也没用多长时间。然后我们俩为了孩子也好，是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也好，就再把婚复了。哦，现在又要离婚了？复婚多久？从复婚到现在有多久啊？快1年吧。是谁想离？因为中间他干投资失败之后就一蹶不振的我就看他，我也指不上他，我就让他在家看孩子，我就上班去了然后就有一次我都不知道这事儿，我就见到了姐姐，然后他告诉我就是谁的姐姐？他的姐姐。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就是他问他借钱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，借了有2次，一次借了3000，一次借2000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他就问我说他也没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，我是为了帮朋友嘛。你都得指我，你还帮朋友？那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跟我说都不说。那我跟你说的时候，这事儿有用吗？你有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。你说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同意。当时朋友也是真有困难，反正这日子是没法过了，是吧？觉得对，就没法过了。我听编导说你们经常争吵啊，昨天也因为一点小事吵的，可能今天差点节目都不能来录，是吗？对。什么事儿啊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还记得我给他买了水果，我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带孩子带的，就是有点洁癖。然后桌上呢，我看有水果，然后他就是那个就给拾上了，就是他是可能我认为是烂的，就是坏的水果。我还吃呢，我还正吃着呢，我就去了趟那个出去一趟，他回来都给我扔了。然后后来我从来他就是这样，就干什么事从来都不问我，知道吗？我大半夜不问我还吃不吃？我跑出很远，然后才给他买到这水果。当时已经12点多了，你看我给买到这个水果，转天他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大发脾气。行，我问问啊，是真想离婚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说着玩玩的？你说跟他这样的人怎么过呀？他是哪样的人啊？又没用是吧？然后指望我就算了，自己还天天的主意特别的多，然后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有什么事。所谓的没用就是不能挣钱呗。对呀。然后还脾气不好是吧？对呀。你想过吗？我心里肯定是想为这个家也好，为了孩子也好，因为毕竟在一起很多年了。行，我问问您，从投资失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有这么大概2年多3年，差不多。干嘛不干点什么呀？我也以前不是做快餐的，接着做不得了吗？是啊，我打算做的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对我就是，您刚才也听见了，他对我就是干啥都干不成，再给他就是认为我什么也不行了。那你本来就是这样，你不懒得说。小片里面也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是裸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当初看中了他什么呀？眼瞎呗。这是气话啊！现在眼睛还瞎吗？现在就是看透了。看透了啊。对。那说说当初眼瞎的时候，就瞎子摸象的时候，摸的是哪一部分啊？那可能当时看他就是那阵儿开快餐，然后干的也，他还看着还算上进吧，长得也还行吧。现在这都没有了，人不是还这样吗？看烦了已经。是看烦了。他现在反正就是怎么看。那你说说你的离婚打算吧。我想的是离婚之后，反正孩子到时候想办法呗，要么就让他爸带，要么就想办法叫我妈带呗，想办法。交给老人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还跟他一个屋檐住吗？我就上班了，我天天我也不跟他住了。我怎么觉得您这离婚也没想得特别清楚啊？反正行，接着问啊，憋屈不？肯定憋屈。你当初娶她是因为什么呀？当时我们俩在朋友，就是也是算撮合吧，在一起认识。就是你感觉他这个人就是特别踏实，特别是那种适合结婚的。他现在还适合吗？现在也是。适合你怎么跟人离了婚呢？当时就是一时气不过，其实心里还是不想。你说你其实一直心里难受，是因为他说你没用，对吧？对。为啥不做点啥呢？我现在主要就是没有本钱嘛。这个开个快餐档要多少本钱？小一点2、3万也许就够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不是问你姐姐前后还借了5000块钱借给朋友吗？是啊。借去啊，真想干。你真想用钱的时候，我看你也没通过他呀。我现在不考虑到了吗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。我现在也是跟他商量一下。想过吗？想过。真想过加上过？真想过。那你说说你们这个离婚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他现在对我就一点鼓励没有。
我想是嘛，让他真正看到我真的可以。不是你干不就得了吗？你让人鼓励你干嘛？说白了，他也不支持我干啊。为啥？对我不相信了。还想过？是心里话，过不下去是一个现实，过不下去既有情绪上的，又有现实里的。其实他们这段婚姻在现在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，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还挺典型的。工作上的不顺心，家庭生活的压力大，情绪不知道怎么控制，面对生活没有方向。好像不谈这些所谓的柴米油盐或其他事儿的时候还能过得挺好，一接触到实际的时候，怎么对方就那么的不堪？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做分析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方小王呢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大概对丈夫最多的就是埋怨、责备、看不起。然后自己呢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王女士，你觉得投资这件事儿，投了钱我一定能保证我能赚到钱？不是吧？所以你也承认，如果这个钱是你投出去的，也有可能是有风险的。就算这个店他们最后做成了，也面临生意失败的可能性和风险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为什么一味地只责怪自己的丈夫呢？老子说，大道之行不责于人，就是我们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时间去想到责备身边的这个人。我们如果发生问题，第一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、解决它，把情绪放在第二位，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，那也许你们不会是今天这样。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想到发泄情绪，不去面对问题的话，你就会把你身边的这个人越推越远。你越责备他，他越来越会觉得，那我就这样了，反正我在你心中，你就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。他已经开始默认这件事儿了，他就越会对自己没有自信。所以我们承认嫌弃对方这件事儿不是一件坏事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。但是你在嫌弃对方的时候，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好，把嫌弃放大了，那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一句眼瞎了一定是气话，静下心来看一看对方身上有什么是你们当初爱上那个理由。如果眼里只有嫌弃，没有爱，没有好的话，那你们还不如就干脆就离开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承认面对自己的不足，面对对方的不足，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得见对方的好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徐总，离婚不离家，本质上其实你们还是互相深爱着对方。正是因为你们彼此这种深爱，导致你们现在极度的困惑，为什么偏偏爱得这么深，却要互相在伤害，互相用自己的坏的情绪去影响对方？其实很正常。每个人说到情绪管理，说出来容易，管起来难。如果你的朋友投资失败，很沉沦，找你来诉苦，你会觉得他不容易，他现在是低谷，我要帮他，我要理解他，我要包容他。但是恰恰在情绪管理上，对于自己的至亲是最难的，因为你骨子里觉得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，我是为你来着想。前两天我看到我儿子写的一封信，这是学校让给孩子布置的作业，他写的就是我要对爸爸说，为什么你在外人的面前是这么彬彬有礼，但为什么对我老是发脾气，脾气暴躁？我通常只是在学习上说的，其实我知道我绝对是做错了，但是就是那个时间节点，我真是控制不住自己。想想原因是什么？无外乎两点。第一点，你对对方的期望太高了，那对方呢？对方感受是非常不好，他会越被你说越不敢去做，甚至于很紧张。第二点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你觉得他就是你最至亲的人，我说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你也离不开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够尊重对方。比如说你借钱，你不经过对方的自己的另一半的这种让他知晓，就是不尊重啊。你也一样，不够尊重对方所有的这种细节。你只想说你要来哄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投资失败对于男人的打击呢？
降低对对方的期望，同时也降低对自己的期望。你能做什么？打工不需要投钱，为什么一定要做生意呢？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找一份工作去做？自己积攒资金之后，再去说投资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降低对对方对自己的期望，同时去想，即使她是我的妻子，即使她是我的孩子，我也要尊重她。因为你的鼓励、你的尊重会给对方带来自信。说到情绪管理，这真是一辈子的学问。两个人一定要互相以爱为前提下，互相的包容支持，练习这项技能，你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学姐。来一个吧。我们就看看人字这个结构，真的是一撇儿一捺，相互支撑。尤其你们成为一个家庭，缺了谁都不行。而你看看你们这3年的生活，这一撇儿一捺，全自己戳在那儿了，谁比谁活得都毒。虽然日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，我们不能把日子明明是2口子过日子带着孩子，偏偏过成了1个人那么毒。刚才徐总说你们是因为深爱，所以管理不好情绪。我倒是觉得你们现在根本就无暇去考虑你们之间的爱，天天柴米油盐的都烦死了。但回头想想，你们这个家庭离得了谁啊？当年男人创业，女人持家，大家都有一个奔头。不可意料的是，生意失败了。但如果我们回头一看，女人扛起家庭责任，说行，你意志消沉，我出去赚钱，你把孩子带好，多和谐的一家人啊，互相支撑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们偏偏把那些最不好的拿到台面上去互相指责，好好的日子过成这样。才3年啊，人生的风浪还多着呢。明明你们现在真的是克服了重重难关，走到现在有了孩子，却生生让你们过成了这样一个反复想要离婚，甚至真的去领了那个离婚证的状态。其实都知道谁也离不开谁，为什么不去看看对方的好？女士，当你出去打工的时候，你知道只有这个男人，你的孩子跟着他，最放心。男士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这个女人扛起来说我去赚钱养这个家啊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说发那么大的脾气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去体会这个家的不易，这个家需要的相互支撑，而不是再去抱怨生活种种的不如意。男士，你恢复一段时间之后，还是要工作，还是要赚钱，女方也要回到家庭去更多的照顾孩子。希望你们能够度过难关，携手向前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谈恋爱的时候是跟一个人的优点在谈恋爱，但结婚的时候是跟一个人的缺点在过日子。当你已经清晰地看清楚一个人他的长处和短处在哪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是要抑制住自己对对方的奢望，其次就是不要老是拿别人的短处来怼他。你明明看清楚了，这个男人就是心肠好、朴实，这是他的优点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之后，你知道他挣不了什么钱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扬长避短，要鼓励他的善良和朴实，不要老是把他不能挣钱这事儿挂在嘴边上，说你无能。你跟一个月只能挣3000块钱的人，一天到晚跟他说你为什么挣不了1万，你为什么挣不了2万，你不是找不痛快吗？他难道在你这种辱骂之下，他能变成比尔盖茨吗？他就这个能力。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体现自己的价值，扬长避短，这是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你说呢？指责一个人太容易了，而对于男生来说，你也看清楚了这个女人，她就是脾气不好，但她的心是一直在你这儿。无论是在裸婚时候的不注重物质，还是虽然天天指责你无能，该挣钱养家挣钱养家，她是做也做了不落好。你也认清楚了，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那为什么在她发泄情绪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嘴软一点？你也知道她是无心的。高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知道你对我要求也不高，我并没有给过你什么，
但是我真的就是从我内心来讲的话，我真的想给你和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在咱俩这段感情和孩子身上，你多考虑一些。我对你其实，我就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儿能多跟我商量商量，能多听听我的意见，就不要总是自己自作主张的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可以吗？嗯。妻子给丈夫放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他曾经生病的时候，然后我那时候天天给他擦药，我想让他知道我也有对他好的时候。你放的是，我看是一套证件是吧？结婚证和离婚证吧？为啥呀？我想告诉他，咱俩已经离婚了，也结婚了这么多次了，以后还是别再去了。你到这个时候还跟人讲道理呢啊！来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吧。不。走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各位请见证，好吧。